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美军跟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之后，习近平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的盟友哈米被狙杀掉，而让习近平更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一幕，他没办法想到的事情是，伊朗的海军竟然在美国的攻击底下全灭了。现在传出有9艘的战舰竟然被击沉，甚至外界还传出连伊朗的柴电潜舰都被击沉的一个消息。我知道过去美军可能用无人机，可能用电战的方式，用空战的方式，已经多久没有看到用打海军？而且这次打海军跟我们以往想的不一样，新武器、新战术、新的思维在这个地方，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竟然可以把这么庞大的一个舰队完全给秒杀。今天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出了一篇的这个相关的文章出来，它里面讲得非常白，伊朗问题完全关乎中国。他说，为什么川普要对伊朗开火？实际上就是在剑指中国。一旦伊朗从大国博弈的这个当中来剔除，中国就会损失在台海局势中的棋子，我就能专心的对付你中国。没错，事实上我们对这一次的这个使之的怒吼的行动来说的话，大家都认为说是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轰炸这个地面的这个作战的这个状况啊，大家都集中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但事实上，我们这次反而要看看海军的这个作战的这种状况。在第一个时间点呢，美国就公布了，我们已经击沉了伊朗9艘相关的这个船舰，里面来说包括说伊朗的加马兰级的这个护卫舰，你看遭到击沉的这个状况，甚至他们还说什么，我们甚至还击沉了伊朗的一艘柴油潜舰，连潜舰也传出来被击沉了。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你要击沉一艘船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船的这个，尤其是船的龙骨是相当巨大，你要把它击沉的话，要用非常多的武器，包括说像战斧的飞弹啊，或者什么饱和攻击才能把它击沉。美国这次对这个并没有说明太多。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注意这些呢？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那种所谓大规模的海战，除了在2战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多大规模海战，现在都没有看到。那这个美国在演练这个海战的时候呢，中国就有一点点既视感。为什么？因为未来能够跟中国打，能够跟美国打这么大规模海战的国家，只有中国啦。那中国当然会看这一次啊，你怎么击沉这个潜舰的啦？你怎么攻击这个伊朗相关的船只啊？他当然会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等于反而我们要注意是这一次的这个攻击里面，美国用了非常多的这个新科技嘛，包括说你看。疑似我们不是看到说战斧飞弹，黑色的战斧从这个海军的这个飞弹驱逐舰上发射出去，对，这个搞不好就是击沉这个伊朗这个相关的护卫舰非常重要的这个飞弹嘛。一发黑色战斧就可以把护卫舰龙骨，你刚刚讲这么坚固的龙骨一发，对，它可能就倒了，就击沉了。然后这次不是还出现了这个 Lucas 的这个无人飞机吗？然后川普不是说我们还用了很多不能够跟你讲的这个飞弹啊？所以这次你看，为什么中国要看这个？中国要看的是说你到底怎么对付伊朗的海军，这个也有可能会如法炮制在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海军上面，这是中国要紧盯的。好，不过我们刚才讲，为什么这次伊朗要这么为什么这次美国要这么快的速度的端掉伊朗呢？我刚才讲，当然有一个时间点，因为呢3月底的时候，川普就即将跟习近平见面。对，在我即将跟你见面的时候，我要先把所有的可能会对你有优势的任何的砝码，我都要把它拿掉。所以简单来说，第一个你没有选择。对，第一个之前的这个委内瑞拉是不是中国的一个砝码？对，我把它剔除掉。再来就是说，伊朗是不是这个中国的砝码？当然是。我跟他讲，中国在这几年的时候，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不是跟他达成叫全面伙伴关系吗？对，中国说要投资4000亿，然后中国给他多少东西？中国买他的石油，没有人要买伊朗石油，我去买伊朗的石油。你要这个 AI， 我给你 AI； 你要这个华为，我给你华为；你要这个北斗，我给你北斗；你要武器，我给你武器；你要雷达，我给你雷达。他这样的扶持你，目的是什么？当然要寻求中东的一个支点。所以你看，这是哈德逊研究所他们看到一个文章，叫伊朗问题完全关乎中国。对，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川普对伊朗开火啦，实质上是剑指中国的。他说，伊朗从大国博弈上面剔除啊，中国就损失在台海局势中那边的这个棋子。对，通过直接打击伊朗的话，川普政府一个无论是出国的设计还是结果，正在拆解中国区域内架构的一根支柱。所以你看，中国对这件事情来说也是非常在意嘛。所以你看，在开打之前来说的话，中国怎么说？中国就说
美国是不可能打伊朗的了，不可能打啦，这样一个状况，对不对？甚至我们这几天的时候，超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时间？你知道吗？今天是美国打伊朗的第3天，对不对？那事实上，按照中国的逻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我们台湾被收复、被打下来的第3天。这没在开玩笑。最近这个人，来，你看到这个人是太红了，对，李立，对，又是他，对，李立说什么？他今年说，美国打伊朗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收复台湾的那一天。你在攻杀，对，所以你看228打了嘛，对，228打，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今天是第3天，就我们应该已经被收复了第3天，但是有没有发生呢？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你看这件事情来说，现在大家已经搞得笑都笑翻了。他说，你看，他就说他在节目上讲咯，只要美国点燃中东，伊朗半小时就可以把以色列灭掉。以色列现在还在不在？现在是伊朗半小时灭掉以色列，现在是伊朗被以色列半小时几乎会整个国家快端掉了，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反指标。对，没错，大家开始笑他。你看现在网络上说，这是什么弱智吗？然后教授也要注意健康了，不能忽略精神科的这个检验。人家是中国国防大学，国防大学，对啊，专业的呢。对啊，没错。但是大家就这样笑他，然后说，专家的这个瘟疫半小时的这个灭啦，这个就是地球上最大的工程啊，就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大家完全把他笑到这个样子。不过他也不是第一次被打脸。他之前委内瑞拉也是讲错，但是呢，他一直敢这样讲，所以我就想，他某些程度来说，就是代表，国防大学的教授，你觉得这是不是跟官方？当然是有官方一定是这样想的嘛，所以他只是讲出了官方的想法。那为什么官方会出现这么离谱的判断？你看，这是伊朗的高官哦，伊朗高官说什么？他说了，如果美国攻击我们的话，以色列只能储存半小时，所以他们消息来源完全错误。对，伊朗高官说没事的，我处理，我们很强。对，没错，你就信他了。对啊，你就相信他。他说什么？你看，他这是一个以色列的高官说的。他说，美国如果攻击我们的话，那以色列只能存活半个小时。好，这是伊朗国会核小组的委员主席的佐诺尔讲的。这也算是一个高官，他讲这样，那你就没想到中国就说，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就把他这个，如果真的这个美国敢打伊朗的话，这个以色列就会灭掉，然后我们就收复台湾。但是并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知道这显然中国官方误判的程度是相当的这个严重。而且，生辉，我们刚刚讲为什么习近平真的是看到这个跨界海战的部分，你看到这些2艘原本在这个地方的战舰，没想到美国竟然可以如此精准的打击。直接把它击沉了，干翻了。没错，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照片，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基地在什么地方。这是伊朗的这个国土，对不对？它位在伊朗的南边这个地方，约莫是靠近在波斯湾的入口这个所在地，叫科拉拉克。好，那因为我们美国第一个时间是不是想说，你搞不好会封锁这个波斯湾嘛，对不对？封锁荷姆斯海峡，所以我已经把你的船只干掉。好，第一个时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比较近的2艘船，你看。我们给大家看，2艘船好像已经有这个残骸在这个地方沉没，然后另外1艘船这边冰斗，然后整个建筑物都被炸了稀里哗啦的一个状况。然后川普还说，我们已经集成了9艘相关的这个船只。好，那你看，它这冒着黑烟，它是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甲马兰级的这个所谓驱逐舰、护卫舰，你看这边冒黑烟，你看这冒黑烟，所以显见呢，他们这船呢就是被严重打击的一个状况。好，那不只是这样子啊。那你看，我们知道美国这次不是有出动航空母舰吗？伊朗就信誓旦旦说好，你知道猎杀航空母舰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潜艇嘛。所以他就说你敢来的话，我们伊朗也敢这样做。他们就有这个柴油级，他们是伊朗的这个基洛级的这个柴油潜舰，他就说我们要出港了。你看他出海的画面都还历历在目哦，但已经被干掉，就是没了。而且什么？他们的基洛级的这种潜舰原本有3艘，现在什么？只剩2艘停在港内，所以当时信誓旦旦要去把林肯号处理的这一艘，真的有去无回。现在美国是期待你赶快最好出来，为什么？你敢出来的话，我就把你干掉。这很可怕，等于是你潜舰一出去，想要去打人，那你继续了，对不对？是，表示美国也有动潜舰来打你。当然啊，所以美国到底海军藏多深，是你真的不知道的。对，没错。还有另外，我们就讲嘛，刚才我们是讲嘛，甲马兰级的这个护卫舰来说也被干掉了。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就说什么？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已经摧毁9艘这个所谓的伊朗的这个海军船舰。好，另外一个是我们另外一场袭击的话，美方基本上摧毁伊朗的海军总部。我们现在看下来，我觉得大家觉得最难以理解一件事情是，伊朗有这么烂吗？没有啊。对，伊朗也是一个很强的国家，伊朗有一个这么强的海军啊。结果你说美国它更猛，为什么？你看到这个画面，
他们竟然这一次新战术、新飞弹、新科技方法、新的军事的手法，对，全部都亮相，全部都拿出来。对啊，这是什么呢？这是从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上面发射了一颗这个所谓飞弹，这个飞弹是 RGM-109的战斧飞弹，它是陆攻型的这个飞弹，发射出去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哎，不太对，这个飞弹颜色不对，从来没有看过，为什么？因为这个飞弹大家仔细看哦，这个飞弹是黑色的。我们要过去的这个战斧的这个飞弹来说的话，它都是所谓灰阶。灰白，就没想到是发射这个。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没想到美国因为美国没有讲什么，他们就说这是推动这个所谓 Black V 这个所谓战斧的 Black V 的改良版。这个飞弹是变成是什么？海上打击的战斧飞弹。所以搞不好我们专门打战舰的。对，所以搞不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甲马兰级被打成，搞不好就是这个飞弹发射出去的时候，去把它击毁。而且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吗？这个新版本是什么样呢？它可以持续更新目标，也就是说，它可以跟母公司这个所谓我的母舰互相的链接，对，或者说所有的资料互相链接。我在飞的过程里面来说的话，原本我要打这一艘啊，这一艘已经被击沉了，它还可以转变目标去打另外一艘啊。所以就等于是说，这个非常强嘛，可以这样子弄。对，所以我就说，他这美国这次展示太多高科技，我们都无法想象。好，那我们就讲这一艘，因为这个如果你去看这个图色是这个黑色，那过去美军的飞弹大概都是这个颜色，对，就这个灰白阶。那这个颜色飞弹就被人认为说，哎，跟这个有点像。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跟这个很像？对。那这个颜色是什么呢？这是美国原本的另外一款隐形的飞弹，叫 AGM-158C， 叫远程的反舰飞弹。它原来跟它的涂料完全一模一样嘛。对。好，那这个涂料一模一样要做什么呢？原来它就是要逆中。所以你看，这个飞弹也是有逆中的能力。对，它就是它可以吸收这个敌方的这个雷达波，还有降低红外线的这个讯号。所以等于说，它发射出去，这个武器太强了吧！我发射出去之后呢，我可以去找敌方的舰队，然后我有逆中，你根本抓不到我，抓不到我之外，我还可以改变目标，我还改变去找别人，所以这根本太强了。所以这难怪为什么伊朗的海军会全灭。对，你根本是被这种杀气所锁定的。没错，而且你看它飞出去的时候，它还可以这样，它还可以这个它的机翼是前掠的这个机翼就是说一般机翼是往后嘛，它是往前的这样一个飞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它这个所谓的是战术导引的这个飞弹来说，跟着实力相当的强啊。而且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美军有这种武器出来，你可以看到是这画面是什么？这个就是那飞弹一直发射，当时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啊。对，结果你放大之后。才是这一张图，对，原来就是这个东西。对，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这个也是可以降低这个雷达的这个拦截面积。对，所以也就是说，它当然在战场上面来说更不容易被发现，那更可以无声无息的击中你。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它是翅膀是往前，对，往前，这才叫前掠翼式的这个，从来太奇怪了这个造型。对，那你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这个被发现的这个，包括说引擎的尾流被人家发现的这个状况。到底美国用了什么武器打你？我想到目前为止来说，伊朗都还搞不清楚，对，全世界搞不清楚，中国也搞不清楚。对，那怎么灭的？这就是让中国非常惊呆的状况，因为中国完全不知道你是怎么打。好，那我们不是跟他讲吗？事实上，政府飞弹怎么发？政府飞弹主要用美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还有这个潜水艇发射。然后另外一个，美国陆军不是有个提风的这个系统嘛，也可以发射这个所谓相关的这个战斧飞弹。所以等于是说，他现在到底他从什么地方发射战斧飞弹，你根本也不知道。另外一部分还有什么呢？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弹叫 PRSM 的一个战术导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新的，连这个 PRSM 也是新的。对，不管是今天对潜舰，甚至在对一些陆地的。对。完全又是新武器，它这是所谓陆军的这个多战术的这个飞弹，它可以发射的距离大概是500到1000公里的短程导弹的这个飞弹，所以等于说它用这个，你看这次这些武器来说，提风大家也是很新，然后这次是 PRSM 也是很新，对，这些都第一次使用在实战上面。那你更不用讲，我们刚才不是讲吗？现在中国很想搞清楚说你怎么去打沉这些所谓的这个船只的。对，过去美国不是有进行过所谓的快速集成的这个方案吗？我们在美国很多军演里面不是都有这样的情形吗？他可能用一些所谓的飞弹啊，或用什么把你集成，把你的龙骨、把你的脊椎打掉之后，让你快速的就沉掉。是不是这一次美国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实战用在对这个伊朗的海军上面？所以你看，这就是美国的呀。我跟你讲，美国为什么会越打越强？
我们在上次委内瑞拉，大家已经觉得很强了，已经很离谱了吧？这次为什么越来越强？因为他透过不断的实战之后，改善他的这个战法，而且越改善越来越精良，这就变成是全世界都没办法超越的一个这个作战的这个能力。钟哥，你刚刚提到提防什么装战斧上去哦，对，结果为什么就这一点让习近平真的是非常害怕？是菲律宾对提风就在这个地方，对，所以当今天提风的射程，甚至战斧弹射程这么远的话，今天你怎么去打伊朗？今天你就会怎么去打中国的？对啊，所以我才说嘛，这个目前为止菲律宾也有提风了，对，日本也考虑要布提风，对，那你跟我讲还有 PSM 这新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发这个地方，等于你中国都在射程范围，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中国我就打给你看，会抓那弹就是在这边。事实上这一次还有什么？大家印象最深刻这一次是 Lucas 哦，你终于是一战成名。为什么一战成名呢？你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来说哈。这一次美国呢，他们有一个实施狂怒行动里面，它还有一个叫做蝎子打击特遣部队。那蝎子打击特遣部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之前成立了一个无人机的这个特别部队，就没想到他们就用这个 Lucas 的这个无人机，这次出动。那赵尔很有意思哦，他这一款 Lucas 无人机是模仿，他把伊朗的沙哈德的无人机拿来之后，把它模仿之后，把它仿造，把它弄出来。攻击你，好，这真的非常有意思哈。对，这个 Lucas 来说哈，你看美军弄了非常多架，那这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捕获了一个哈萨德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开始逆向工程，想说你这个成本那么低的话，那我们怎么做？这很可怕。去年12月哦，才刚刚获得，等于是3个月后是。或1-2个月后，马上就能在实战用。哎，当然马上是，我直接抄，我直接炸你。没错，就是直接抄。他们就马上发射，从这个波斯湾的这个圣塔芭芭拉号的这个滨海舰上面发射，这也太快了吧？对，那卢卡斯能做什么呢？第一个，你知道它的这个射程范围来说的话，可以800公里，然后最大有效载荷是40磅，或者是说它是地狱火导弹这个炸弹量的2倍的当量。对。然后另外一个，它有什么样的状况呢？你可以仔细看它的飞机，它的这个机身，它的机身上面有一个，我们看有一个这个盒子，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盒子？对，这个盒子，或者说这个机身上面这个盒子，这个盒子是什么呢？这个盒子是可以跟 Starlink 联络的这个星链的这个零组件啊，等于是说这个无人机飞出去，它不止自己有 AI 系统，它可以判断，它还可以跟即时最新的这个资讯完全联络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它出去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伊朗会完全被挂掉？我们不是讲地狱景象吗？这一次第一个时间，他们也出动了数千架的这个所谓 Lucas 的无人机出去啦，就这样子啊，他们自己彼此互联，还可以跟星链互联，所以这个等于是你不一样层级的这个武器嘛。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东西还可以打什么？打船舰，对啊，打军舰，是啊。所以你刚刚看到了战斧飞弹炸，结果你跟这种无人机也去炸，是。所以美国从头到尾他在示范一件事情：我准备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打海战了。对，没错。好，那我讲这个造价一烧35000，你看35000去换你的这个飞弹系统，去换你的这个换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船只，太过划算了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都一直要台湾，你赶快做这个无人机，因为台湾自己做无人机来说的话，台湾一定又可以把这个成本降得更低。宇轩，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习近平看完这全部的时候，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因为这一次美国的精准打击，正是让他吓到。伊朗的这个空军基地里面，第一个有没有掩体的，他的战机直接被秒杀了。但最有趣的是什么？我们用红色圈圈框起来的部分，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洞？它竟然美国可以精准打击到，在没有全部都炸开的时候，一发下去，也让机棚内的战机完全被秒杀。首先，这边有一架所谓的飞行器，对，而这个飞行器呢是遭到美国从远端直接精准的打击到，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来旁边的建筑物有没有受到任何的毁损？完全没有，完好如初。这时候你再仔细看这个建筑物里面，你会更可怕。为什么？来1个点、2个点、3个点、4个点，这代表什么？我没有破坏到建筑物的本身，我是透过我的导弹、我的飞弹、我的投递，甚至无人机，我很精准的贯穿，在碰到屋顶的时候还没爆炸哦，贯穿到屋顶里面，而里面你放满着，因为这是在伊朗哦科纳拉克的这个空军基地，对，所以里面应该都是战机。贯穿之后，我碰到你的战机，我才引爆。屋顶根本没有坏掉，对，就一个小小洞。对，我们一个小小洞，然后下面天翻地覆的。照你能想象吗？今天如果美国要来狙杀我们，他从我们讲的整个大楼，我们这边就贯穿进来，然后重点是什么呢？他不是在我们这栋大楼里面爆，也不是在我们这一层里面爆，他也不是在我们摄影棚爆，他是一路飞到吕国珍旁边，然后才把吕国珍炸掉，这么可怕，他就这么精准。
太可怕了。所以还好我坐他旁边，我也不会有事情，我还可以拿手机出来拍，大概就准到这种程度。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哦。来，你看哦，这是他们另外一个空军基地在赫丹的地方哦，雷达的时候拍摄到了我们讲相关的空袭的画面。所以你看哦，这是原本有一个类似像么字，那个么是什么呢？应该是类似它的停车场护城河，然后里面哦有放着一台车辆，真的很小。那个车辆哦，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比我们一般的房车甚至卡车稍微再大一点点，大概就巴士的大小。所以就是这一台车，对不对？对。然后你看哦，它的导弹以及它的轰炸物下去的时候炸掉这台车，但是你看哦，这个么还是在的，只有中间这个地方黑黑，然后旁边那些车完全没代志。所以代表美国它这个要打谁哈？要你打东就打东，要你打西就打西。所以它是非常精准的去轰炸。那为什么它有这个我们讲的实力呢？来，要归功于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叫 Ventor。所以它厉害在哪？它直接跟他们陆军所谓的全球一体化。什么叫一体化？我今天拥有你的单位，拥有你的资料，有你的军事，有你的建筑物，有你的地形地貌，我把这些全部融合整合在一起，成为3D 的孪生之后呢，我打造在我的平台里面。而你只要加入我这个平台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做训练。什么叫训练呢？我有我的物理参数，对不对？我直接在我的虚拟的孪生地方模拟说我的弹道导弹打到哪里，它的范围会波及多少，会怎么样的轰炸，然后成功之后，我再让实体的上阵。在孪生的时候已经把伊朗炸得面目全非，然后实体上的时候，他再透过我们讲的真的在发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他可以打得这么精准？因为他等于是在发动我们讲第一期，甚至在持续轰炸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不断的监测，代表你伊朗全部整个国家，包括你藏哪里，你有哪些建筑物，我都会清二楚。来，但是更可怕的来了，你说宇轩这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是真的大有关系，因为 Ventor 啊，最近跟一家公司。这家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你知道到底在哪里吗？在南亚的某个国家。对，哦，很神秘哦。南亚的某个国家，所以弄了我们讲了数亿元的这种合约签下去喽。那签下去之后呢，他只给你看一张图。那知道这张图是什么吗？来，它就是这样框列起来，然后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也不太清楚，但是旁边有中文字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榆林综合保障基地。来，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在南亚的国家里面，跟中国是敌国，而且呢，绝对要去强化这种侦防的系统，这不是打算呼之欲出吗？大家第一个跑出来说啊，那不就台湾？对啊，不是台湾，不然就菲律宾嘛，那高几率、高可能嘛。那代表第二件事，你知道什么吗？上车了。对，代表什么？不是伊朗而已哦，你中国转播了马皇跨聊聊。立马是腾跟马皇跨聊聊嘛，等于说这一家 Ventor 公司也清楚的透过它的卫星，掌握到所有你中国的这个地形地貌以及相关的实力嘛。所以你想想看哦，今天飞弹哦，它有长有短，但对美国来讲，它的覆盖率是整个全球。所以今天它有办法动伊朗，它明天就有办法动中国，而这绝对是100%赤裸裸的恫吓。钟哥，为什么伊朗这次非死不可？我们刚刚讲这一份研究里面直接讲吧，伊朗就是中国的棋子，而且今天中国的棋子呢，它如果损手好，会在台海局势当中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它今天非死不可。好，那我们跟他讲，实际上我们不是就说吗？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研究员，他不是就讲吗？他说，因为端掉伊朗化，会让中国在中东失掉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为什么这样讲？我跟他讲，事实上，伊朗对中国重不重要？伊朗是中国“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国家，对，中国要投资它4000亿，而且你知道，伊朗呢，石油也非常重要。伊朗现在一天大概生产330万桶，里面90%都卖到中国来。所以它等于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呐，中国能够这么低价能源都是来自伊朗，就你没想到，中国还说什么啊？你用伊朗没有我撑完就挂掉了，他就吃定你了。反正全世界没有人会跟你去买石油，对，只有我这种好兄弟、好大哥对会买，你都买廉价石油，没错，欺负人。对，但是他们两个也是的确这样子互相的依存，对，就是我一个月这样的话，至少可以给你20几亿美金，这样让你可以去发展你的东西，你不会被端掉。所以过去一直都是中国在撑着伊朗。然后中国给他多少东西呢？你看中国给他什么？包括说像他们合作范围，包括说他给他天地啦、海康威视、人脸辨识这些都给你啦。然后包括说华为也去了，对，中兴也去了，然后帮你做什么这个人脸识别的系统啦，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检测的这个工具啦，还有集中式的这个交通管理的这个系统啦，然后还给你所谓中国的防火强城啊，都给你耶。所以等于是中国的网络上呢，直接放到了伊朗去，我该给你的包括了华为，包括中兴基地台跟网络，我帮你处理好。你要监视的所有言论跟人，我的 AI 监视器都帮你弄。所以为什么前一阵子这个川普不是就说嘛，你不要秋后算账？对，为什么？
因为他用中国这些东西，他可以抓到那些人啊。所以后来他们不是杀了好几万个人，就是这样啊。我用监控，你这个张兆尔，你在这个我抗议期间，你曾经有出来，我抓到你，我之后把你干掉。这一套都是中国帮他设计的啊。所以为什么哈米尼能够掌权那么久37年不会倒，就是因为他有这一套的方法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中国还希望什么？中国还希望能够用武器来对付你，来消耗你。譬如说像这一次中国不是给他非常多武器吗？中国这次不是在说，原本中国还给他一个中国制的超音速的这个反舰巡弋飞弹，这个啊，就说这个呢，这个鹰击飞弹呢，可以击中你的这个航空母舰嘛，这样一个状况嘛，对不对？好，除了给他鹰击之外，中国我们前一阵子不是美国查获吗？说中国供应商向这个伊朗的这个阿巴斯港送了1000吨左右的这个高氯酸钠，这不是就是飞弹需要用的相关的推进器？那时候不是被美国拦下来吗？所以就让市长你看。中国都一直在按住你嘛，一直不断的按住你那个状况嘛。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简单嘛，因为红海这个地方就是全世界最重要，这个地方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输油管道嘛。好，那如果假设伊朗每天在那边乱的时候，你觉得美国要怎么办？每天都疲于奔命啊！我要来护我的船舰没错，他就在那边护，对不对？所以有某些程度来说的话，他就可以减轻对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压力嘛。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在威胁中东这些国家。所以中东国家是敢怒不敢言啊。以前没有人处理掉伊朗嘛，所以这些中国为什么沙特阿拉伯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为什么是阿联酋国家要跟中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不处理这个问题啊。现在川普把它处理掉了。那你觉得现在台湾国家自由了？对，就自由，所以我才说这个就是中国在这边玩的一个把戏嘛。好，那我现在把它端掉。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我跟他讲啊，事实上伊朗人他也是真的命该亡。为什么？你知道这是2024年的1月的时候，对，伊朗革命卫队从一艘不到约莫2000万美金的购买的改烧货船上面来说，对，居然从货柜发射了这个弹道飞弹，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画面，他竟然改装的，对。那你说这个画面呢，让美国无法容忍。为什么让美国无法容忍？因为第一个，这个是货柜船，对，它可以从商船上面发射飞弹来攻击，表示它随时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对，那美国是海权国家，美国海权国家最重视什么？我的航道安全不能受到人家威胁，所以呢，人家就说，一个能够从无标记的船只，就是任何船只了哈，在任何海洋威胁这个美国航母的国家，无法透过军控，我要你不要发展，你还是继续发展。好，那我只能够把你从棋盘上面移除，将彻底的改变大国竞争的几何。所以今天这个货柜飞弹发射已经完全踩到美国的底线。对，我今天一定要把你除掉了。对，没错。所以我就跟你讲嘛，那我刚才不是说吗？如果真的假设台海战争爆发的时候，伊朗假设还真的在，照我们回想一下，伊朗真的在台海发生爆发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伊朗会怎么做？第一个时间叫他的这些所谓小喽啰也启动这个战争，在那边打。你觉得美国会怎么办？中东对他很重要，美国会派一些军来这个地方，对，然后也会派一些军在台海这边打。对，那如果当时委内瑞拉还在的话，委内瑞拉也闹一下，这个对美国来说，他根本无法单独的交战这个中国嘛。对，那现在美国已经把委内瑞拉除掉了，现在又把伊朗除掉的时候，未来中东没有这个问题了，他会怎么办？就直面中国，全心在印太。对，所以我才说嘛，中国为什么一直寄望委内瑞拉？为什么一直寄望说伊朗你能够撑久一点，撑久一点？可是问题是，中国的算盘来说的话，在美国的绝对科技实力之下，完全变成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瑞德哥，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讲习近平他既担心又无奈又什么无力？你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伊朗在准备被攻击之前，中国放出来的新影片，还有什么 F-35无所遁形啦，你去哪里我都知道啦。因为伊朗有我们的雷达在，所以安呐。结果真的满满的既视感。上一次委内瑞拉那一次已经让中国跟俄罗斯的军武的所有的防空设备丢脸丢大了，结果这一次伊朗更惨了。那么去年底的时候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当时伊朗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航空全部都设为禁航区，全世界只有一班飞机进去，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运输机嘛。大家怀疑他就是把红旗9B 的相关的中程防空雷达系统运进去嘛。事实证明，真的运进去了，对，真的运进去了。这一套防空系统号称很厉害哦，老公把它讲的不会听也正对啊，好像那个 F-35啊，如囊中之物，马上抓到以后，棒就把它打下来了。更何况有他们最为有名的 JY 系列，对不对？对 ，JY 系列已经在委内瑞拉示范了如何这个抓到所谓的隐形战机，就是抓不到，就很简单嘛。
那这一次他们还有 S-300的这个俄罗斯的防空飞弹系统的雷达嘛，还有这个伊朗自己本身号称可以抓到1200公里的中程雷达嘛。对啊，为什么这三种雷达这么厉害，为什么都没有抓到？为什么就让那个等于说让老美的这个 F-22、F-30，这次 F-22出动直接进来了，直接进去。以色列的这个 F-35大前锋，直接以色列为了以照公信，还故意公布这个画面是什么？他们的飞弹直接把这些刚刚讲的这些雷达预警系统、防空飞弹预警系统的雷达系统全部炸掉的画面。不是，这也太羞辱你一次啊！你知道吗？而且你看哦，他们当时伊朗跟他们买的时候，中国怎么吹的？你看哦，国产反隐身雷达有多牛，为人民火箭军撑起保护伞。还有什么？伊朗装备我国反隐身雷达 F-35战机没用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怎么吹牛，你怎么吹都比不上在战场上的实战经验来的重要。因为实战告诉我们，美国真的有用啊！美国的电子干扰惊死人。赵尔，你知道这次出动了美军出动了几架的电战干扰机啊？16架，16架出来了以后，这些雷达全部变成废物啊！更不要讲。本来晚上知道你们要吃晚餐，哈米尼要吃晚餐才要跟这些国安单位、军事高层开会，改到吃早餐，我立刻提早行动，所有的人全部出动，你知道吗？全部出动，然后全部给30颗飞弹只炸总统官邸。你没有发现总统官邸旁啊，那30颗这个精准炸弹炸下去以后，旁边的车子都还在，对，什么意思？我所有的飞弹都是朝同一个地点全部炸下去的。那么现在呢？我那时候就觉得纳闷，川普为什么第一时间说他要毁掉，他要摧毁的伊朗的这个海军嘛？对，原来5分钟之内把9艘军舰全炸沉呐，然后还有一些逃的，现在正在追杀，所以很可怕，这是非常可怕。以色列出动了200多架，那么美国出动了100多架，总共有300多架。对，这还不包括飞弹哦，包括从驱逐舰，包括伯克级神盾舰所打出来的这些战斧巡弋飞弹，还不包括在内。对，总共24小时之内呢，就大概发射了快接近2000多枚的飞弹。对，各式各样飞弹。我觉得伊朗就是笨蛋，为什么？48个指挥官同时被这个狙杀，对不对？对，现在加一个49个。为什么呢？本来不是还有3个，伊朗不是推出3个最新的这个指挥官吗？对，其中有一个说绝对不向美国低头，这个刚刚已经被以色列炸死了。啊，你知道美国多聪明多厉害啊？因为伊朗是笨蛋，所以伊朗不是要炸了波斯湾各国吗？对。然后呢，又炸了包括法国跟英国的这个基地都被炸吗？对。迫使英国、法国刚刚都向这个伊朗直接宣战了，你知道吗？连德国都是什么？我要来想一下，我加1哦。而且我告诉你哦，我非常的讶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那个防空体系，它拦下了伊朗165枚的飞弹跟541架的攻击自杀无人机，耶，好厉害！那么，赵尔为什么说啊，不用担心这个等于说美国的飞弹跟这些精准的炮弹不够用？对，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有个弹药库在后面，自己送上门来。沙烏地阿拉伯这次事实上有很多美军基地的沙烏地阿拉伯受伤并没有很重。对，我们没有看到他去，我们看到炸帆船饭店，看去炸阿里法塔，对不对？去炸杜拜的机场。可是沙烏地阿拉伯直接跳出来，直接干，直接宣战这个伊朗嘛。对，你知道吗？我后来查了一下，我的妈呀啊！沙烏地阿拉伯在此之前已经跟美国进了多少好东西啊？刚刚讲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那么陆军战术飞弹系统呢？那么就是这次其实说白了，就是海马斯火箭弹可以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嘛，它就进了，那么超过了大概是200多枚啊。那么可以打到70公里的，大概进了1550几枚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包括2000多枚专门针对攻击自杀无人机的2000多枚的火箭，还有730枚的I-3，还有1000多枚的 AIM 的1两洞 C8，比台湾的还好。然后200枚的这个 AIM-9X， 还有1万多枚的精准炮弹。全部之前都跟美国买的，超级军火库美国卖给人家几千亿，对不对？全部放在沙烏地阿拉伯。那我请问你，那川普为什么把4天变成7天，现在变成4个礼拜？那么要去狂轰猛炸伊朗？他在等新的伊朗的政权的接班者出来，好好跟他谈嘛。对，现在嘴硬的那个刚刚就被杀了。刚刚嘴硬的那个已经到那个阎罗地府去报道了嘛，所以再来嘴会越来越不硬，再来嘴会越来越软，最后谈判的结果就变成另外一个委内瑞拉。那请问你最失败的人是谁？就算荷姆兹海峡被这个封锁，对不对？你知道最倒霉的人是谁？中国。中国啊，因为石油最大的受益者跟受害者就你嘛，所以呢，这场仗打下来，
美国实在太厉害了，1时3秒成了最大的赢家。因为我们刚刚讲哦，在这一次的伊朗的哈米尼的事件的时候，第一个，中国是非常的惊讶，海军为什么一下子是会被秒杀？第二是什么？我们看到了中国完全误判国际的局势，尤其是误判伊朗的局势。当其他国家都喊着要撤侨、撤侨、撤侨，你没撤，结果现在出大事了，真的有中国公民，你看哦，微博热搜现在第1名，伊朗1名中国公民遇难了，现在中国人不爽啦，大家都在撤，你叫我不要撤，好，人死了。中国的情报来源是什么？他要么是自己去拿情报，要么是跟其他国家分享，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今天毛宁啊，就是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话露了馅，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人没有告诉我们啊，他要打伊朗。”拜托，他什么？他说中方事先并未收到美方军事行动的通知，人家要打要跟你讲。那美国军事行动为什么要跟你讲？奇怪了，那你今天怎么在靠美国的情报呢？这不是吧？这个中国不是号称也是泱泱大国，这个所谓的情报很精准吗？那你之前来讲的话，你不是说要赶快撤离什么？这个在中国在以色列的相关的侨民，对不对？但是你在这个伊朗的侨民呢，你竟然没有通知吗？那据说啦，他们今天来讲的话，已经证实说有3000名的中国的侨民已经离开了这个伊朗哈。但是怎么撤的？我们好像也没看到那个什么，这个中国派任何的军机或是派任何的军舰去撤嘛，对不对？你不觉得？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这个228打下去之后，哈米尼被端掉之后，对，你知道3月1号，共机没有在台湾出现，3月2号，共机也没有在台湾出现，共机跑去哪里了？难道去接侨民也没有啊。那侨民他们自己可能要走路撤离这个伊朗啊。所以你今天来讲的话，我说中国真的是被这些所谓的专业的，不一定是名嘴啦哈，这个他们专业的一些专业人士战略专家我们刚刚来骗到了，是国防大学的教授，他都可以说出那样话。这我还能相信谁？对，这个李立当然李立他其实是2炮部队出身的，对，所以可能是只会打嘴炮了哈。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微博热搜已经登上第1名的是什么？就前2名呢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中国人已经在伊朗上升了。那大家会关切说，那一个人死掉又算怎么样？对，问题在哪里？问题是那中国人不知道说伊朗真的会被打得这么惨啊！对，在伊朗既然这些地方被炸得这么惨的情况下，为什么你中国政府不早一点叫大家离开呢？对，你就算不帮忙伊朗就算了，你还这么大外宣讲说我们中国伊朗之间多好多好之类的，好像美国都不敢打伊朗。对，就是说人员造成伤亡，它并不是代表说大家去慰问这一位死掉的中国人，而是在问政府你在干什么？对，中共你在干什么？这时候会反而在内部会有一股压力锅，就形成说，就变成说，这像不像伊朗内部或者是委内瑞拉内部都有民众在反现在目前的政权？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来讲的话，一个一个端掉的过程当中，川普可能也都看到一些现象。当中国内部有一个压力锅，特别是现在中国要开2会压力锅不断的在膨胀的情况下，大家反而会问。不是那一个慰问他死亡，而是慰问中国政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到底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侨民？如果没办法的话，那请你正式的面对真实的情况，不要再糊弄民众，不要再骗民众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